债台高筑的日本真的要崩盘了吗？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。最近网上到处都在说日本要完蛋了，什么债务危机啊，经济崩盘啊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日元居然成了今年最牛的货币之一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一边说要崩盘，一边币值暴涨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今天就带大家深挖一下，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说实话，当我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有点懵。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 260% 了，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如果日本是个普通人，年收入10万，但是欠债26万，按照咱们正常人的理解，这不是妥妥的要破产吗？但是经济学这东西啊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反直觉。先说说最近发生了什么。2025年开年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突然开始飙升。很多人可能不懂什么叫国债收益率，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。国债就是政府向老百姓借钱打的借条，国债收益率就是政府每年要给你的利息。比如说，你借给政府100块钱，政府每年给你5块钱利息，那收益率就是 5%。 现在问题来了，收益率越高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借钱的风险越大，投资者要求的回报越高。就像你借钱给一个经常不还钱的朋友，你肯定要收更高的利息，对吧？所以当日本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时候，市场其实是在说，我觉得借钱给日本政府风险变大了，所以要更高的利息。这个变化直接影响了谁？日本的保险公司们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保险公司之前买了一大堆日本长期国债，现在国债价格暴跌，他们账面上的亏损就巨大了。数据有多夸张？截至今年3月底，日本4大寿险公司累计亏损已经达到600亿美元。而随着国债价格继续下跌，保守估计总亏损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了。要知道，这些保险公司管理的可是无数日本老百姓的养老金和保险资金啊！这种规模的亏损，直接关系到千万普通日本人的切身利益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养老金被投资到不断贬值的资产上，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得面临多大的风险？日元升值的悖论。但是，就在各种日本崩溃论满天飞的时候，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出现了，日元在2025年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中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之一。这种现象看起来很矛盾，但实际上揭示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逻辑。要理解日元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升值，我们得了解日元的特殊地位。日元被全球投资者视为避险货币，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有些抽象，但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能说明白。就像暴风雨来临时，人们会寻找最坚固的建筑物避难一样，当全球经济出现动荡时，投资者会选择相对安全的货币作为避风港。为什么日元会成为避风港？这要从日本的经济特点说起。日本虽然经济增长缓慢，但政治稳定，通胀率长期保持在很低水平，这让日元成为一个相对可靠的价值储存工具。就像在一群不太可靠的朋友中，你会选择相对最可靠的那个一样。过去30年的历史数据很有说服力，日元几乎与黄金呈现同涨同跌的趋势。2001年科技泡沫破裂时，美国股市大跌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 11%。2007年次贷危机及随后持续3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中，日元对美元一度升值近 40%。 这种避险属性的形成跟日本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密不可分。自2016年以来，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长期维持在接近 0% 的水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在日本借钱的成本几乎为0，甚至银行还要向存款人收费。听起来很奇怪，对吧？但这就是负利率的现实。
这种超低利率环境催生了一种被称为套息交易的投资策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以几乎零成本借到一大笔钱，然后将这笔钱投资到收益率更高的地方，这不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吗？投资者可以用约 0.1% 的年化成本介入日元，然后将这些资金投资到收益率更高的货币或资产上，比如澳元的 6% 收益率或土耳其里拉的 15% 收益率，从中赚取巨大的利差。但当风险事件发生时，这些投资者会迅速平仓高收益资产，换回日元偿还借款，这就导致在短时间内对日元的需求激增，推高日元汇率。这就像突然下雨时，所有人都涌入同一家商店避雨，商店里的商品价格自然就会上涨。债务压力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回到日本的债务问题，截至2024年12月底，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到1300万亿日元。要理解这个比例有多夸张，我们可以做个对比。这个比例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是最高的，排名第二的希腊负债率约为 150%， 而债务总额最高的美国负债率也仅为 130% 左右。但是仅仅看债务总额可能会产生误导，这就像看一个人的信用卡欠款，不能只看总欠款额，还要看他的月收入和还款能力。真正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成本，也就是月供是多少。根据日本财务省2025年的预算数据，尽管债务规模庞大，但实际的利息支出压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。这里有个关键的技术细节需要解释，债务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，就像房贷有30年期和5年期的区别一样。日本国债主要以短期品种为主，而非长期债券。这意味着即使长期利率上升较多，对整体利息支出的影响也相对有限。按照目前的利率上行幅度，日本政府今年需要额外支付的利息成本大约为 10.5 万亿日元，折合不到700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，但要放在日本的整体财力背景下来看，对于一个投资美国国债超过1万亿美元，每年仅从美国国债利息就能获得300多亿美元收入的国家来说，每年 10.5 万亿日元，约700亿美元的债务利息支出虽然规模庞大，但在其整体财力背景下仍然可控。这就像一个年收入1000万的家庭，每年需要支付700万的房贷利息，虽然占比很高，但凭借其资产规模和收入能力，仍能维持正常运转。更重要的是日本债务的持有结构，这是理解日本债务问题的关键。超过 90% 的日本国债由国内机构持有，其中日本央行就持有了一大半。这种内债循环的模式意味着什么？简单来说，这就像一个大家庭内部的借贷关系，父亲向儿子借钱，儿子再向父亲借钱还债，只要这个循环能够维持，就不会出现真正的违约风险。因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实际上是一家人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讨债问题。日本央行作为非盈利的货币政策执行机构，不会像商业投资者那样随意抛售国债，也不存在浮动亏损的市场压力。这种模式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内债不是债，意思是只要政府有能力维持这种内部循环，债务问题就不会爆发。这就像一个企业集团内部的资金调配，虽然账面上有借贷关系，但实际上都是左手倒右手。全球经济格局在悄悄改变，日元升值背后还反映出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层变化。美国新政府对全球商品加征关税的政策，引发了市场对美元的信任危机，资金开始加速撤离美元资产。要理解这个逻辑，我们需要知道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殊地位。美元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，就像国际贸易中的通用语言。但当美国政府采取单边主义政策，频繁使用关税武器时，其他国家开始担心美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
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日元自然成为资金的重要避风港。这不是因为日本经济有多强劲，而是因为在一个相对混乱的世界中，日元代表着某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。同时，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。日本正在经历30年来最明显的通胀压力，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下30年新高。这听起来像是坏消息，但实际上可能是好消息。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需要了解日本过去30年的经济困境。自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来，日本一直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，也就是物价持续下跌的状态。通缩听起来对消费者有利，但实际上会形成恶性循环。物价下跌导致企业利润减少，企业减少投资和雇佣，失业率上升，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，物价继续下跌。现在出现的通胀压力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日本经济开始摆脱长期通缩的困扰，显示出经济活力的复苏迹象。这就像一个长期发烧的病人开始出现正常体温一样，虽然可能带来一些不适，但总体上是向好的信号。为了应对通胀压力，日本已经结束了负利率政策，并开始加息。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从2024年初的约 0.4% 上升至目前的 1.3% 左右。日本经济的真实底牌。抛开债务数字的表面现象，日本经济的基本面究竟如何？数据显示，日本经济的实力仍然不容小觑。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，2024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600万亿日元，达到 609.29 万亿日元，约合 4.1 万亿美元，全球排名第4，仅次于美国、中国和德国。要知道，这是在经历了所谓失落的30年之后取得的成绩。在外汇储备方面，日本拥有 1.2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全球排名第2，仅次于中国，其中相当大的比例为美国国债。这庞大的外汇储备为日本提供了强大的金融缓冲能力，就像一个家庭的应急储蓄一样，关键时刻可以派上用场。日本股市的表现同样亮眼，东京证券交易所总市值达到 6.2 万亿美元，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 7.5%， 排名全球第5。这说明国际投资者对日本企业的价值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认可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在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方面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。从精密机械到新材料，从半导体设备到汽车制造，日本企业在多个关键领域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比如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，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 60%， 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核心技术。就像做精密手术需要特殊的手术刀一样，很多高端制造都离不开日本的设备和技术。地缘政治的新变化。在传统认知中，日本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忠实盟友，但最近的发展表明，情况正在发生微妙变化。面对美国政府的关税威胁和美元贬值带来的资产缩水压力，日本开始展现出更加独立的外交姿态。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出现，长期以来，美国通过各种方式从日本获取利益，包括强迫日本购买美国国债，在贸易谈判中压制日本企业，通过汇率操纵获得贸易优势等。这种关系更像是保护费模式，而非真正的盟友关系。在最近的美日贸易谈判中，日本的态度明显强硬，甚至暗示可能将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作为谈判筹码。要知道，日本是美国国债的第2大海外持有者，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债。如果日本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债，将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重大冲击，推高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。这就像一个长期被敲诈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手里也有对方的把柄一样。
美国国债市场高度依赖海外投资者，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大买家。一旦这些买家开始撤退，美国政府的借款成本将大幅上升，财政压力也会急剧增大。虽然抛售美债更多是一种威慑性表态，但这种姿态的变化反映出日本对长期被美国薅羊毛的不满。从金融到贸易，美国反复对日本进行收割，这让日本越来越难以容忍。全球格局的大转变。纵观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，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。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壁垒和金融霸权维持其全球地位，但这种做法正在推动更多国家寻求替代方案。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日本经济会崩盘吗？从目前的分析来看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尽管面临债务压力和结构性挑战，但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仍然相对稳固，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也为其提供了重要缓冲。日本的债务问题更多是一个管理问题，而非生存问题。通过合理的债务结构调整和政策工具运用，日本完全有能力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。关键在于如何在保持财政稳定的同时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动能转换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正在推动更多国家寻求多元化的合作伙伴，这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了重要机遇。在这个变局时代，谁能够提供真正的共赢方案，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。历史告诉我们，靠霸凌和胁迫无法赢得长久的成功，只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。当我们再次审视日本的债务问题时，或许应该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债务危机，更是全球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的一个缩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个参与者都面临着选择，是继续维护既有的不公平秩序，还是拥抱更加公正合理的新格局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些宏观经济变化最终会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得以建立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便宜的日本商品，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更频繁的文化交流。如果全球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，我们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。所以说，日本债务危机看似可怕，但实际上可能是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一个契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真正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够适应变化、拥抱合作的国家和人民。而这种变化正在我们眼前悄悄发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